这个是我们今年10月的5号栽的苗，看一下啊，现在是第一穗花已经开了，以后刚刚点过花。很多人好奇啊，就说你现在这个番茄长这么大了，为什么还不去吊蔓呢？平时我们种番茄的时候啊，不建议吊蔓吊得太早。都知道现在这个番茄啊，很容易出现旺长。出现旺长怎么办呢？我们人为的就要进行控旺，是吧？实际上旺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顶端生长优势太明显了。因为这个作物呢，它的一个习性就是，首先是把养分供到这个顶端，促进顶端的生长。如果我们晚一点吊蔓，那么在下面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它的旺长。好比说，等这个一穗花开始做着果了以后，再吊蔓也不晚。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控制旺长，因为你控旺药用了以后，实际上好处也没有你控了旺长，但是同时呢，你也控了果，控了花，不利于你这个产量，是吧？所以说呢，晚吊蔓一点。很多农户都喜欢就是缓过苗以后，一看开始生长了，就迫不及待的就开始吊蔓。实际上这种方法也不可取啊。你看我们这块正常情况下就是早期放到地上不管它，等它一穗果开始挂果的时候才开始吊蔓。这个暖棚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啊，现在9点多，温度已经26、7度了特别热。暖棚主要是做越冬插用冷棚可以做晚秋炎，做早春，暖棚就是要做越冬的因为暖棚的建造成本要比冷棚的建造成本高个10几倍的。看一下，这是我们邻居一位90后的小伙子，包了100多亩地种的水果玉米，看一下，看接下来那个籽粒怎么样？看见了没？不行种地并不是很美好的事儿，不是说你播种了以后就可以坐等收获了实际上种地和天气也有关系很大的。老天爷有时候不让你收，你就没法收。这个小伙他也是刚开始的时候掐算了一下往年的温度找了一个合适的播种期，但是今年呢，这个降温比往年至少早了有20天。当时这个玉米正在授粉的时候，出现了低温天气，影响了授粉。到后期呢，这个温度也没有提升上来，就导致这个玉米就出现这种问题了等于说是绝收了。这种水果玉米你现在可以做成青厨，打上饲料。这个小伙子今年是种了2茬的水果玉米春茬都没有赚到钱，春茬是播种的太早了，这个秋茬呢又播种的晚了，很可惜。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葡萄园已经全部采收完成，就剩下一点可能几十斤，留着自己过节要吃。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马上秋始积肥了同志们种葡萄这一块是没有闲的时候一般情况下种葡萄就是在葡萄采收完以后在秋季施肥一般建议是在9月中旬以后到10月上旬以前，这个时候秋始积肥对葡萄的第2年的生长产量品质提升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秋始积肥这一块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肥料比较好
首先呢，第一个是生物菌一定要用，因为这个时候的温度啊，一般就是白天在25度左右，这样的气温的情况下是非常适合生物菌的繁殖的。生物菌呢可以有效的去改良我们土壤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中微量元素的使用，好比说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建议使用糖醇钙也好，或者螯合态的钙也好1亩地你可以使用500到1000克这样的一个用量当然了，这个螯合钙呢，或者是那个液体的那个糖醇钙呢，你可以用冲湿的方法或者是滴灌的方法去使用第三个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使用的就是硼肥、锌肥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肥料硼肥、锌肥呢加强一些微量元素呢，1亩地建议使用200到500克第四个就剩下的就是有机肥的使用一般我们如果种个10来亩的一个葡萄园呢，不建议采用商品的有机肥，太贵了，成本太高了就用自己孵熟的有机肥都可以孵熟的有机肥呢，一般就是我们这个葡萄趟30到40公分的位置开沟施肥1亩地呢，正常的情况下建议2到3吨的孵熟的有机肥。最后加一个这个生根剂的使用生根剂这块不建议采用那种激素类的生根剂，好比吲哚乙酸那种生根剂因为那种生根剂虽然是快速的发根，但是那种根比较弱。我们可以建议使用甲壳素、黄附酸钾这样的能促进根系快速发育的这些物质呢1亩地呢根据厂家介绍的量去使用生根出来以后呢，又可以多吸收一部分养分这样呢我们树体储存的养分会更多一点，更利于到明年这个葡萄树早发芽早开花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年种小麦，我们农户在施肥的时候就建议这个施肥的配方最好调整一下，换一下别再以氮肥含量高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了。氮肥高了以后，再加上这几年你普遍发现，你种小麦有时候种的稍微早一点以后造成这个霜冻之前呢，小麦就出现旺长了，有的甚至会出现拔节然后越冬的时候，小麦抗泥性会很差，导致小麦发黄减产严重。氮肥呢，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有些种植户呢喜欢用20以上的氮含量的复合肥，然后10几个磷，4、5个或者6、7个、7、8个钾这样的一个配方。实际上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氮含量往往就比较高一点。建议我们种植户这个复合肥选择这个配方尽可能保证氮含量别超过20个。虽然说小麦对氮的吸收量在氮磷钾当中是最高的，但是你前期氮过量以后，小麦出现那个旺长。再一个呢，你这个氮元素很容易随着你浇水下渗导致根系吸收不上来。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小麦想活得高产在你做底肥的时候这个氮元素别超过20个让复合肥。然后呢，在我们的小麦的拔节期再追施一次氮肥，保证孕穗期这个需求氮这一块的那个需求量就可以了。如果你通过这样的施肥方法去进行科学的施肥，那么你的小麦的产量就不会说太低了。如果你说我底肥用足了，把氮肥用足了，然后我第2年我不去追肥了实际上这个是不能划等号的，因为这个氮肥在土壤当中的流失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我们施肥种小麦这一块一定要分2次去使用，主要是氮肥分2次去使用，底肥呢适当降低一些，到我们小麦拔节期的时候再追施一次氮肥就可以了。